2019年10月9日，北京一家宾馆的房间里，一个女孩独自吞下了200片晕车药。她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此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一直躺在一张病床上，依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体征。2020年4月11日，这个女孩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叫包丽，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学生，年仅24岁。包丽的母亲在整理女儿的遗物时，拿到了一部手机。她说，她这辈子做的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看了那部手机里的聊天记录，8万多条文字，密密麻麻，像一座无声的刑场。那些文字里没有殴打，没有鲜血，却让一个朝气蓬勃的北大女生，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从一个独立自信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在聊天记录里自称垃圾的人。包丽的母亲看完之后几乎当场崩溃，她对媒体说了一句话：我很想跑过去把她捅死。而那个把她的女儿一步步逼向深渊的人，正是包丽的男友穆林汉，同校的学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学生。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为 PUA 第一案，全国首例同居伴侣精神虐待致死案。2023年6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穆林汉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今天就请跟随小薇一起走进这场以爱为名的精神绞杀——北大包丽案。包丽本名陈某某，广东深圳人，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他曾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文艺部部长，入选过第35届执委会主席团候选人。在老师同学的印象里，她是一个独立、要强、光彩照人的女孩。2017年，包丽在一次学生会活动中认识了穆林汉。穆林汉比她高一届，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生，当时正担任学生会副主席。两人因为学生会工作频繁接触，感情逐渐升温。2018年下半年正式确认恋爱关系。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北京的学生公寓以及彼此的家中共同居住，感情好的时候还先后去广东和山东见了双方家长。包丽曾向同学表示，一切都很合适。在外人看来，这是一段令人羡慕的校园恋情，两个人都是名校学生，门当户对，一切都朝着毕业后结婚的方向发展。但谁也不知道这段关系的另一面是什么样的。2019年1月，也就是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的第4个月，穆林汉无意间从包丽手机里看到了她与前男友的聊天记录，得知包丽不是处女。这个发现像一颗定时炸弹被引爆了。从那一刻起，穆林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再把包丽当成恋人，而是开始在她的身上持续不断地加码羞辱和折磨。也就是从2019年1月起，因纠结包丽以往的性经历，穆林汉心生不满，开始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追问细节，争吵、辱骂。法院查明，他平均每天发送数十条侮辱信息，持续近1年。他甚至提出让包丽通过怀孕后人工流产、做绝育手术、切除输卵管送给他等方式，换取自己的心理平衡。这种精神摧残逐步升级，像一台碾碎人心的机器，一天天运转，从不停止。那么穆林汉具体对包丽做了些什么？最核心的是2件事：索取补偿和剥夺尊严。穆林汉反复告诉包丽，因为她的不完美，他欠她的。他对包丽说，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了别人，所以他要弥补。聊天记录里，他这样质问包丽：我不想当一个可怜鬼，我不想当一个接盘的人，你的那份清纯和好奇都已经被别人占去了，我这里什么都不剩。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了另一个人。怎么弥补？他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要求。要包丽去拍裸照，他对包丽说，拍完后他会存起来，要是你跑掉，我就把它们都放到网上，因为网上有很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的人。要他为自己怀一个孩子再打掉，把病历单留下来作为证明。要他去做绝育手术，
把切除的输卵管送给自己。他在聊天记录里写下：带回来给我，我想留下他。这些要求听起来像是疯话，但在持续的精神控制下，包丽竟然真的答应了。他拍了裸照。包丽出事后，母亲在其苹果设备里发现了许多女儿的裸照以及与穆林汉的性爱视频。他甚至在聊天记录里给穆林汉备注的名字是主人。此后，穆林汉经常在聊天中称他为狗，两人的角色变成了一主一仆。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2019年8月，穆林汉要求包丽在身上纹一行字：我是穆林汉的狗，还要把纹身的过程录下来发给他。此时的包丽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他按照穆林汉的要求去做了。他还对包丽动手。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5月15日凌晨，穆林汉在动手打过包丽之后，在微信里向他道歉。包丽最初不接受道歉，表示再怎么任性都可以，但是不能打我哦。但穆林汉一边承认自己有错，一边表示包丽也有不对。我今天打你了，我不对，但是你今天不理我，你不对，我原谅你了。经过长达3小时的纠缠后，包丽尽管表示不想经历一个悲惨的人生，对我们的未来由期待变成害怕了，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此外，包丽生前好友作为证人指出，穆林汉还曾对包丽打过耳光，掐过胳膊，并让她下跪。所有这一切，穆林汉都以因为他爱你，因为你做错了事的名义包装起来。他会一边辱骂羞辱包丽，一边在言语间强调自己是因为在乎才这样。这就是精神控制最可怕的地方。施暴者让你觉得这一切都是你的错，他这样对你是因为他太爱你了。包丽曾试图反抗。2019年2月，两人曾有一次对话。穆林汉说：女孩的第一次是最美好的东西。包丽反驳他说：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但仅仅1个月后，他的观点完全变了。包丽的好友说，短短1-2年时间里，他眼中的包丽性格完全变了，由一个坚强、乐观、独立的现代女大学生，变成一个会因非处女而产生罪恶感的小女人。2019年5月，穆林汉对包丽说：我之前没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最棒的，我把最好的东西弄丢了。当一个人把这段话说给他正在施暴的女友时，那种荒诞感和扭曲感有多么让人窒息。从2019年1月到10月9个月的时间里，包丽的精神状态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2019年6月13日，包丽在与穆林汉争吵后第一次割腕自残。2019年8月，包丽趁暑假回广东老家待了8天，就是为了躲穆林汉，想跟他分手。包丽母亲事后才知道，女儿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逃离那个人，但穆林汉并没有放过她。他发了数十条微信辱骂包丽，甚至以死相逼，伪造了一张服用过量安眠药的诊断证明，拍照发给包丽。2019年8月30日，包丽再次与穆林汉激烈争吵。前一天晚上，穆林汉怀疑她主动找前男友，对她进行辱骂和逼问。第二天，包丽服下30多粒安眠胶囊。她被穆林汉发现后送到医院洗胃，院方当场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到这时，包丽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穆林汉并没有因此停止。法院查明，从2019年9月24日至案发前，包丽与穆林汉始终住在一起。穆林汉在包丽长期遭受精神折磨后，精神已高度依赖自己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对她进行言语刺激。2019年10月9日中午，包丽在穆林汉家中再次与他发生争吵。穆林汉又一次对他进行了严重的言语攻击和人格贬损。当天下午15时17分，包丽独自离开了穆林汉的家。他乘地铁到了学校附近的海淀黄庄站，用手机在网上预订了一家旅馆房间，又下单购买了2盒晕车药。下午17时40分许，他进入了位于旅馆11层的房间。傍晚18时18分，2盒晕车药送到了他所在的房间。服药之前，包丽先后向2个人发了微信。第一个是他的母亲，他问母亲某个叔叔找他有什么事儿。母亲了解后回复说没事儿。包丽没再说话。
母亲后来回想起来，唯一让她感到异样的是包丽在微信里喊她妈咪。女儿已经很久没这样称呼自己了，那是女儿留给她最后的呼唤。18时19分，包丽向穆林汉发出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3条微信。此生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此了。遇到了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块垃圾。妈妈，今天给你谢罪了。然后他在电脑上编辑了最后一条微博，设置为仅自己可见。那条微博只有7个字：我命由天，不由我。当天下午16时58分到17时41分，穆林汉曾3次试图与包丽语音通话，包丽均未接听。包丽失联后，第一个意识到他可能自杀的人就是穆林汉。他通过手机位置共享功能，将包丽的位置锁定在了中关村的一家旅馆附近。当天20时许，穆林汉向海淀派出所报警，称女友要轻生。民警与他一起寻找，但没能找到。后来通过旅馆物业监控，发现包丽在18时左右上了11层，又下了楼。22时46分，民警电话询问穆林汉是否找到包丽。穆林汉说找到了，但没提包丽自杀的事儿。几分钟后，民警再次联系他，特意问包丽是否有自残自杀行为。穆林汉称包丽确实没有自残自杀行为，只是吃了晕车药，感觉不适。包丽的母亲后来最不能接受的是，穆林汉找到女儿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叫救护车，而是先给包丽灌水催吐，过了20多分钟才送医院。这一延误可能就错失了最佳救治时机。包丽服用200片晕车药后陷入了深度昏迷，她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躺了整整半年。在这半年里，包丽的母亲一直租住在北京照顾女儿。2020年2月13日，她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此后因疫情原因，医院禁止家属进入重症监护室探望。2020年4月11日中午，包丽因口服药物中毒导致呼吸循环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从女儿自杀到去世的半年多时间里，穆林汉除了此前交了一点医院的治疗费用之外，其家属从未与包丽母亲联系过，更没有道过歉。包丽去世后，她的母亲打开了女儿的手机。那部手机在包丽出事之后，曾被穆林汉控制长达1周。包丽的母亲怀疑穆林汉可能删除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便于2020年1月将手机交给了警方，要求恢复可能删除的内容。据说光是恢复的费用就花了4万多。聊天记录被逐一复原，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对话，拍裸照，做绝育，在身上纹我是穆林汉的狗，将穆林汉推向了风口浪尖。2019年12月，媒体发布了报道，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全网为之震动。包丽母亲也公开举报，在举报信中控诉穆林汉在过去1年中无底线地对女儿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穆林汉当时在接受采访时回应说，我不明白什么是精神控制。他否认自己曾对包丽实施精神控制，认为媒体报道中提及的聊天恋爱细节有些离谱。但舆论没有因为他的否认而平息。2019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发布公告，取消了穆林汉的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然而，比起舆论的关注和学校的处理，真正的难题是司法上的。中国刑法第260条规定，虐待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家庭成员。传统意义上，家庭成员指的是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那么，同居恋人的关系算不算家庭成员？如果连虐待罪的主体资格都不符合，穆林汉的行为在法律上连定罪都无从谈起。还有一个更让人无法接受的可能性，如果法律上找不到合适的罪名，穆林汉甚至可能根本不用坐牢。这几乎让所有关注这起案件的人都无法接受。一个用持续辱骂和精神控制把女友逼到自杀的人，难道就可以这样逍遥法外吗？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璧后来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法律一经制定便已滞后，如何让立法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这就是刑法解释的艺术。
2020年6月9日，穆林汉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21年2月15日，穆林汉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虐待罪提起公诉。是的，虐待罪。检方的态度非常明确，同居关系应当被解释为家庭成员，穆林汉的长期精神折磨应当被认定为虐待行为。这一决定在法律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那个时间点上，婚前同居关系能否被认定为家庭成员，可以说是一个边界性的法律难题。2023年6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穆林汉涉嫌虐待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包丽的母亲、舅妈以及包丽生前同学都来到北京。法院认定被告人穆林汉符合虐待罪中犯罪主体要件。穆林汉与被害人包丽不仅主观上有共同生活的意愿，从见家长的行为、双方家长的言行、共同居住的地点、频次、时长以及双方经济往来支出的情况来看，客观上二人已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精神上相互依赖，经济上相互帮助。二人的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关于虐待行为，法院认定2019年1月至9月间，穆林汉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对包丽进行指责、谩骂、侮辱，言语恶劣，内容粗俗。从辱骂的言语内容、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来看，已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关于因果关系，法院认为，在包丽精神状态不断恶化、多次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过程中，穆林汉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完全无视，仍然反复指责、辱骂，最终造成其不堪忍受，服药自杀身亡。因此，其虐待行为与包丽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最终，法院以虐待罪判处穆林汉有期徒刑3年2个月，同时判决其赔偿包丽母亲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3万余元。这个判决的历史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远比3年2个月这个刑期本身更值得被记住。它是中国司法第一次在司法解释层面将婚前同居关系中的精神虐待纳入刑事打击范畴，首次明确持续性精神摧残、贬损人格构成虐待罪。然而宣判的那一刻，法庭上双方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包丽母亲描述，穆林汉听到宣判结果时很平静。他在法庭上虽然见到了穆林汉本人和他的母亲，但案件发生以来，他一直未收到对方的道歉。面对记者的话筒，这位失去女儿的母亲说出了一句话：判得太轻了，这是我女儿的一条命。他表示会立即向检察院申请抗诉，对附带的民事判决部分也不服，准备申请上诉。与此同时，有人透露，穆林汉的母亲也不满判决，只不过理由完全不同。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两种母亲的眼泪在同一天流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同年7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书明确指出，包丽与穆林汉的关系与家庭成员关系并无本质区别。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年度反家暴典型案例，北大包丽案赫然在列。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欣慰这个词，因为这一切的代价实在太大了。3年2个月的刑期，对于一条年轻生命的逝去，对一个母亲失去掌上明珠的伤痛，真的够吗？我无法替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说的是，这个判决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它的刑期够不够长，而在于它确立了一条边界。爱情从来都不是虐待的合法外衣。包丽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女儿一直是我的掌上明珠，却被穆林汉扇巴掌、语言辱骂。这些聊天记录多到可以拍一部电视剧，我女儿就是在她的精神和身体双重打击下让她逼死的。爱情本来应该是两个人彼此扶持、彼此成全，但在包丽的悲剧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段关系如何变成了一座刑场。
而且刑场的行刑工具不是刀枪，而是一条微信消息，一句指责，一段逼问。穆林汉的上诉状里写道，他认为自己和包丽之间属于情侣之间发生矛盾争执，并不涉及法律，从未想过真正伤害他。他还说，一审判决他有罪，是助长以网暴寻求关注，助长自杀有理之歪风邪气。你看，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即便面对法院详实的判决依据，他依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或许才是精神暴力最令人恐惧的地方。施暴者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施暴者，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他觉得是这个世界不理解他。2024年2月，北大包丽案被人民法院案例库作为参考案例入库。最高人民法院在点评中明确指出，该案确立了婚前同居施暴需以家庭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司法规则。包丽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反家暴法治进程留下了沉重的印记。也许5年后、10年后，当我们回头看这起案件，会感慨法律的进步，但这一切的代价实在太大太大。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一段让你觉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怀疑自己的关系，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欠他的，请你停下来想一想，这究竟是你真的不好，还是有人让你觉得自己不好？爱从来不是枷锁，那些让你窒息的人，从来都不是爱你的那个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